其實那個農民自殺的現象，它是比較早就存在的。弔五人父，他的名字弔，它既是那種物理上的，它也有一層那種悼念、紀念的這種感覺。當時網上已經炸了，已經見到的人都說作品太火了，開展到現在我一覺都沒睡上。他們每一個人的這個手是有細節的，每一個衣服的褶的感覺是不一樣的。其實麥穗如果插在土上，其實它就是一个正常的状態，但是插在这種磚上，它本身有一種廢墟的感覺吧。現在那種空心村，年輕人都走了，它逐漸的一種衰落。其實我原來沒有去過農村，我們進美院之後每年都去下鄉考察，然後聽說了一個這個事兒，我就覺得難道現在還有嗎？然後確實有，它背後的原因其實是很複雜的。創作大概是6個月，最早是去河南，然後去山西，然後四川。對我影響比較大的不是已經去世的，看見那個還活着的人的時候更直觀一點。當時在那個村子的時候，那對老兩口，他的那個房子特別小，家裡什麼都沒有。大兒子已經死了，然後二兒子呢也是幹活的時候受傷了，兒媳是生了重病，老兩口就把所有的積蓄拿出來。其實那個老頭也得了癌症，種種不幸疊加在一塊兒嘛。他們那種沉默，以及在沉默之餘對於我們那種熱情、眼淚，我做雕塑的時候經常會想起來他。這5個人裡面沒有一個具體的是他，每一個人其實裡邊都有他。做每一個都得崩潰。最後1個月的時候，我需要完成4個人的雕塑，就反正是壓力非常大。你永遠可以覺得不滿意，可以修改。着色是在展廳裡邊上的顏色，一直到開展前那個早上，我才看着這個效果。我是在黑龍江佳木斯長大的。因為一直跟老年人長大，可能會有一點點悲觀。我上初中或者高中，我的想法就是離開。從小學1年級我就學素描，我是到高中我才決定當美術生，然後來到北京復讀了。然後再到第3次考的時候，最後考的是第2名。在那年就是那個火爆的作品，紅白喜事的這種樂隊嘛。他用的手法其實是中世紀的哥特式的木雕，本來很民俗的這個東西，有點崇高了。我在本科的5年裡面，一直是想把每一個東西都做得最好，很充實，也很踏實。那5年過得也不輕巧，可能我想的有點理想主義了。其實畢業之後是會有落差的，不知道這些能力該用在什麼地方。現在具象雕塑屬於是幾乎沒有，21年到24年，起碼得有3年吧，基本上沒有作品。24年才開始重新去做這個具象雕塑，身後這個從這2個開始緩過來了，非常痛苦，雕塑身心都痛苦，就那種執念吧，不滿意呀，和你心裡想的不一樣的時候，那是太痛苦了。熬的都太瘋狂了，這回這個夜已經熬沒邊了，就是覺得這個事情沒有人做嘛，我可以做，那我就去做唄。生存問題我沒考慮過，我是一個對生活裡面的慾望幾乎沒有的人，吃飯玩這種，它很難給我一個比較幸福的感覺。50年之後，那肯定是翻天覆地的變化了，咱們可能都沒了。那你就更不用提我做的這些人了，以後還有沒有這樣的情況都不一定了。那麼人們在看到它的時候，也許這就是一種歷史吧。